三洲出版社。我记得玉主编以前是这家出版社的吧？连你的第一篇连载漫画好像也是他们家出的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你还想不到，三洲出版社原来的总编是顾一山的叔叔。当年泽一被偷窃那本漫画，经手的也是三洲出版社。那你觉得玉主编知不知道这些？玉主编的确是那里的老员工，我想他应该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幕。玉主编，您对这本漫画书有印象吧？这本漫画书是我当年出版社准备出版的，我当然有印象。那当年发生了什么，你也很清楚。我听说了，这本漫画书的作者顾一山是我们总编的侄子，当时好像有一个美院的学生还误伤了他，还因此坐了牢。我就觉得嘛，挺可惜的。那玉主编，关于当年的事情，您还知道别的消息吗？叶子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那位坐牢的美院学生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向泽义，他的名字叫向泽义，对吧？对。他的画风非常独特，所以说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。可是当时，当我们要求他交出这些完稿的时候，拿过来这些画的竟然是顾一山。你说，这怎么能证明是向泽义画的呢？玉主编，当年有没有什么细节是我们都忽视掉的？这对向泽义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叶子，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何况这个顾一山还昏迷着，三洲出版社也倒了。这件事儿啊，我无能为力。向泽义失踪的那几年，竟然是去……如果这次不是跟井上先生合作，他把事情都交代清楚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来龙去脉。叶子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早就知道了，因为向泽义已经全部都告诉他了。我听大鸟说，向泽义也是被那个人冤枉抄袭，这才会找那个人理论。谁知道中间起了一些争执，向泽义也是出于自卫才错手推了他。其实也是这些倒霉事找上他的吧，也不能全怪他。是啊，向泽义也是受害者啊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他毕竟坐了牢，咱们是相信他，可是别人呢？我们没法保证别人不戴有色眼镜看他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小叶子感情之路还真是够不顺的。别想那么多了，都会过去的。我相信叶子能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医生，我侄儿怎么样？患者头部淤血发生了转移，才导致这次病危。但正是因为这次淤血转移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彻底根除他头部的病症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算是一次奇迹吧。不出什么意外，麻药过后，患者便会苏醒过来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啊，谢谢。
医生说他很快就会醒了。他家人都在，看到我不好。他很快就会醒了，你赶紧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叶子吧。阿姨，哎，小孙啊，明天阿姨啊要给你做红烧肉，你记得来吃饭啊。明天啊？阿姨，您今天跟我说的是后天。啊？哦，我跟你说的是后天啊。哎呀，你看看我这记性。那行，那你记得后天来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一定去。好，那挂了吧。喂，这样，阿姨，明天呢，我们单位有一个家属的体检，我明天早上一早来接您，带你去体检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用啦，不给你添这麻烦了啊。不麻烦，阿姨，这是我们单位的福利，我不用也浪费了。啊，阿姨，我们就说好了，明天早上我来接您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哎呀，这孩子。阿姨，坐下说。哎呀，我就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嘛，这又是验血又是做 CT 的，麻烦你整整一个上午。一点不麻烦，阿姨，本来就是我们单位的福利，不用也浪费了。还是你贴心，我没白疼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检查报告的结果，检查结果可能还要再等几天，不过我打听过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人老了吧，就怕体检。这往年都是叶子帮我办，一来拿那个体检报告，他比我都紧张。我呢，其实不是担心我自己，我主要是怕给孩子添麻烦。要是这个报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别跟叶子说了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你，雷森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送阿姨。哎呀，你别送了，没事，别送，我都忙了一上午了。哎呀。你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？刚做完手术，所以才下班。来，我爸给你生日礼物。林林叔叔也太客气了，每年都送我生日礼物，我怎么感谢他呀？我替你传达谢意呗。喝点什么？喝水。你这千年不变的口味。你怎么了？有话要说？就是今天突然想到我爸，这么多年在国外那么辛苦，总是报喜不报忧，就是怕我这个当儿子的担心他们。这就是父母啊。是啊，每一个爸妈呢，都想在自己儿女面前扮演超人，演得久了，有时候他们自己都忘了，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变老了。他们年轻过，好像永远都是他们理解跟照顾咱们，我们都忘了关心他们。
林森，你今天这怎么了？怎么怪怪的？医院今天发生那些事儿，正好看到我爸寄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有点感触吧？你放心，林叔叔跟阿姨不在国外把自己照顾得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不都每年飞过去好几次看他们吗？你就别担心了。行吧，这么晚你早点休息，我还去医院有点事儿。你这么晚还回医院？有几个病例挺麻烦的，约了几个专家，明天会诊，我得把既往病例都熟悉一遍。拜拜。哎，有时间多陪陪叔叔阿姨，他们都老了。知道了。早点休息。走了啊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然拿点药给你吧。不，我可能就是加班累着了，我没事的啊，我挺一挺就好了。那你先起来吧，地下凉。把你扶起来先。哎，慢点。要不然我先给你倒杯水吧。好。老婆，先喝点水。我先扶你进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先开房休息啊。行，我先休息一会儿。是叶子吗？你回来啦？对呀，我想家不能回来啊。你怎么还不欢迎我呢？哎，哪能不欢迎呢？想家了就要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妈炖了排骨汤，给你热一碗啊。还是我妈跟我有心电感应，只要我今晚回来，还给我炖了我最爱喝的排骨汤。你先去洗澡，妈把汤热好了，给你端进去。好，去吧。排骨汤。如果那个向泽义已经准备好要回来了，那他就应该做好面对和接受这一切困难的准备，包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每当我觉得机会来了的时候，它就破灭了？老天爷就这么喜欢跟我开玩笑吗？老天爷哪有这功夫跟你开玩笑呀？老天爷他要忙的事情多了，而我们呢，就应该想清楚，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，然后去做到那些能做的和该做的事情，就够了。我这么点道理，你这么聪明，应该很快就能明白吧？这么多年，你很少夸我。我这个人呐，一辈子都夸不了别人几次，你就珍惜吧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叶子的爸爸。
哦，伯父你好，我们一起走走吧。记得叶子小的时候，每天早上，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陪着我在这公园散步。但是不记得什么时候就变我一个人走了。伯父，最近叶子挺忙的，很少能安排出空余的时间。不过我相信，他心里是有您的。这我知道，我这女儿啊，看起来好像挺坚强的，其实她什么都不愿意跟别人说，只喜欢报喜不报忧。这个性啊，跟她妈一样，心里可软着呢。你别看你们年轻人总在一起，说句心里话，我绝对比你了解叶子，她毕竟是我的女儿啊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约你来聊一聊啊，两个最了解我女儿的男人，是不是在某些事情上想法是一样的？好，坐。哎呀，以前啊跑好几圈都不带喘气的，现在走没几步路这腿就不行了，真是。伯父，我之前听说您心脏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您一定要多注意休息。我知道叶子最近更忙了哈，我听那个朱轩他们说，你跟他好像在合作一个项目。叶子之前的一本漫画，现在我在进行动画的改编，所以我们算是一起负责这个项目。虽然咱们没有什么见过，但是我知道你的事儿还真不少。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光，我对她选择的人从来不过问。但是我毕竟是父亲啊，总是会为她担心。她妈和我都年纪大了，总是希望让她有个好的归宿。所以我想问你，你跟叶子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伯父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毕竟我和您一样，都是真心希望叶子幸福的人。说实话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别的都不在乎，最在乎的就是希望让女儿能够一辈子开开心心的，这就足够了。所以我一直都很努力，想给叶子一个她想要的生活。你知道叶子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可能在你们年轻的心里，我们观念是老了，是，我承认我们观念是老了，但是道理呢，总是在那儿啊。任何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，无非就两个字：陪伴。你们年轻人说什么在宝马里哭，还是就在自行车上笑？这关键呐，都不在于宝马还是自行车，是在乎的驾车的那个人。伯父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不过您觉得我是那个可以驾车的人吗？你刚刚说要跟我一样，希望让叶子幸福的人，但我觉得叶子不仅仅是需要一个给她幸福的男人，而是一个知道她想要的幸福是什么的男人。只要你真的弄明白这一点，我今天说的话就算没白说。
再往前走。还往前，再往前就出去了。还没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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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到。你这带我去。走。前这有个台阶，这有台阶。嗯。好嘞。哎，老婆。你可千万别睁开眼睛啊。啊。那好吧。你等一下啊，我说1、2、3再睁开啊。我没睁呢。1、2、3，当当当当。说好的惊喜。哇塞，老公。说好的惊喜，如期而至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对呀。哇。请享用。其实啊，在我布置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这里不仅是我们的家，也是一个见证奇迹的地方。其实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我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懂得生活情调，只懂得研究尸体和案情的人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竟然可以娶到这么完美的老婆，还有这么温暖的家。老婆，在遇见你之后，感觉我的生活像重生了一样，有了新的意义。你每次都抱怨我工作忙，不着家。你每次问我工作的事情，我都不愿意和你分享。其实，那是因为我在工作中遇见了很多人性的丑恶，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些。因为自从遇见你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想把所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你。每次看到你的付出，而我总抱怨你融不进我生活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内疚。可是老婆，其实你早已在我的生命中，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。老公。老婆。哎，老婆。下雨了。啊？要不然我们进去吃吧。啊？不要这样才浪漫嘛。好，那我把椅子搬过来，你们在这儿吃吧。好。你搬这个。小希，我有件事情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要去巴黎？我想了很久，所以才决定今天告诉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这个学校我申请了3年，今年终于拿到这个 offer 了，但是我还没有给学校回复。你没事吧？
李凯，我们分手吧。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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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我想给你个将来啊。所以你别走，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听我，跟你说完。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特别不公平，但是只要你不让我走，我一定不会走。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我不出国的话，我就留在国内，开一家自己的工作室。我这么做，就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将来。如果我让你留下来，你会留下来？当然了，你觉得我会为了这张纸放弃你吗？那你要去多久？1年。那你保证1年之后立刻回来？你答应了？你放心，1年之后我绝对回来，1分1秒我都不会多待。小新，谢谢你。恭喜老柳，你终于躲避单身啦！那么接下来有些人啊，可得抓紧。哎，你们还挺新潮的哈，旅游结婚，家里长辈没说什么呀？结婚是我们2个的事情啊，想怎么结就怎么结，管他们呢？是吧？哎呀，你们别听他瞎扯，他和爸妈说可是参加比赛，关结婚什么事？哦，所以游戏失利也是情有可原的哈。哎，我觉得有些人心思都在老婆身上，还管什么比赛啊？是不是？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不就是输场比赛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看人家元朗一句话不说，多好啊！对呀，老公吃。情场得意，难免职场失意嘛。既然你别拦我，跟你说，我现在就要揍元朗。我跟你说，不许欺负我老公，老柳，管管他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我给你买了礼物，来看看。真的，老柳你真的太好了。因为虽然跟你一样的一毛不拔。谁一毛不拔了？走走，老公，你别愣着呀。看你上学的时候蹭吃蹭喝的行为还少吗？谁蹭吃蹭喝了？那是因为我可爱。拉我出来干嘛？你对我结婚就没什么想法吗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就不打算乘胜追击一下？其实吧，以前的我总觉得婚姻是牢笼，可是切身体会过后才发现，婚姻也可以是天堂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能比我先结婚。其实呢，婚姻啊，能让一个男人变得更成熟。以前我自己也知道，就是比较幼稚。跟欣然待在这段时间呢，他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他们这群朋友啊，我们肯定都明白，只是表面上坚强，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。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。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。什么是幸福？疼我
可能在遇到他之前，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遇见他之后，幸福对我而言不再是一个问题。我的幸福变得简单、纯粹。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。我想要一个家，但闭上我双眼，一个属于我和他的家。吃饭了？就像现在这样。吃饭！来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来吃饭喽！快！今天很多肉啊！来，哇，这么多哦！你也是啊，好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什么是家？其实小时候我对家的概念很陌生，印象中就是一座大房子。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业，我就趴在窗台上等着我爸妈回来。我爸有个习惯，每天开车回家的时候，在家门口都要闪一下大灯，就算我在阳台上趴着睡着了，我都会被那束光给照醒。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回来了，我才会去睡觉。我还记得，我爸每天回家都会去我房间看我一眼，他总以为我睡着了。其实有好多次，我是因为害怕他们发现我在等他们，着急就跑上床，鞋都没脱。他好像一次都没发现过。我原本以为的家，可能就是每晚对那束光的等待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来到了这儿。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我觉得以后当画家挺好，以你的天赋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哪是应该可以啊，那是必须得可以啦。哎呀，等你以后当了画家，我就出钱给你出漫画，办画展。反正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的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你的林森哥哥。还林森哥哥呢，那都是小时候叫的了，以后就叫你林森啊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呀？等你画完之后把画送我吧。好。那你以后想当什么呀？当然是要做医生了。为什么要当医生呀？因为这样就可以守护在我喜欢的人身边，让他们永远健康快乐。看人来人往，多少故事穿梭熙攘的街。怎么样？又来了。这是红糖，这
这是姜茶，疼的时候就冲它们喝。这是暖宝宝，一定要贴啊，不能再着凉了。止疼片，疼的不行才能吃，知道对身体不好，知道吧？好。我还要上课，估计来不及了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好，谢谢。走了哈。哎，这个止疼片，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吃，记着了啊，记着了。越走越发觉追寻的思念无边，辗转梦中留在心里的语言，与那段岁月再遇见。玉小姐，对不起，耽误您1分钟时间。谁呀？这是我朋友的画，他特别想跟你们出版社合作，麻烦您看一眼。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。玉小姐，麻烦就您看一眼，你就看一眼。这都是他画的呀？都是他画的，他非常有天赋。叶子是美院应届毕业生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他联系的啊，你放心啊。嗯，谢谢。价格不是问题。好。肖老板，这儿我需要有个隔板，到时候我会在这儿做主展区，你得帮我重新布置一下。好，可以。我并没有哭，只是思念装满了我的眼，我掉进那段回忆太明媚。同学，哎，来了，令森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来，我来。帮我弄一会儿。你看这怎么样啊？嗯？傻乐什么呀？终于快弄好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哎，我说林森，你说你这么多事儿都不让叶子知道，你是不是有点亏呀？你看啊，这个新办公室的地址，这是你找的，对吧？装修工人呢，也是你请的，还有之后画展，那也是你搞定的。哎，还有这些绿植，都是你挑了让人送来的。你这些都不让叶子知道，你这个无名英雄是不是有点太亏了？你都说是无名英雄了，再说就这么点事儿。这哪是一点儿，这包含了所有，好吗？行了，嗨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早就习惯了。简直就跟叶子一样倔。在身边。这刚恢复啊，注意休息啊。呀，小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一山醒了吗？带人过来看看。啊。哎，一山，大家都来看你了，怎么不打个招呼啊？坐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呢刚恢复，不爱说话。哎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来探病就带这些。小玉啊，我叔叔可都跟我说了，你现在可是出版社的
主编了？怎么，高升就忘本了？啊？当年要是没有我的那本漫画书，你好像也没有今天吧？顾一山，能不能消停会儿？那本漫画书是你的吗？怎么就不是我的了？啊？那本漫画书就是我画的，你没看到上面写着“顾一山”3个字吗？你没看见吗？哎，好了好了啊，这个一山刚刚恢复，大家先别争了啊。对了，一山，当年这本漫画书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怎么，连你也怀疑那本漫画书不是我画的？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们一个个脑子都是进了水了吗？啊？那本漫画书不是我画的，是谁画的呀？向泽义吗？啊？就他有这本事画，我就没有这本事画，是吗？我还就告诉你了，那本漫画书的作家就是我，只有我。至于向泽义嘛，他早就已经不是美院的高材生了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劳改犯。是不是头疼一些？好了，注意休息。不是说，我就是特别委屈，他们都不相信这是我画的。别多想了，说相信你。您真的得相信我，您侄子不容易。知道知道。像昨天、今天同时在放映。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。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。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。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。以为在你身边，那也算永远。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。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，却走失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